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东边日出西边雨，到处无晴还有晴。最近呢，道琼斯工业指数连日上攻，最终呢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但与之相反的，我们看到原油和黄金出现了连续的下挫，证明呢道琼斯工业指数的上涨，它要打压黄金、原油这些现货大宗商品的上涨行情啊。道指上涨，那必然引发黄金、原油的暴跌。那么回到道指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目前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刚好顶到169日均线和144日均线这个位置上。那这个位置呢，就是道指的一个压力位。而这轮反弹刚好符合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了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日线级别的反弹，反弹完成之后，我们看到了几个平行结构。首先是9月份的下跌和10月份的下跌相互平行，那么9月下旬的反弹和本轮的日线级别的反弹相互平行，行情走到340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是压力位，所以呢，道指在高位持续震荡，仍然有机会重新被打下来。那回到比特币的行情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比特币连续多个交易日，从10月23日至今，一直处在35000美金附近的一个高位做震荡。但这轮行情已经构成了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雏形。那雏形的开始呢，我们认为是在6月19日的这周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后面的 K 线是一组干扰性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趋势的判断。那上方有了8节阳线之后那再往上走，我们认为会走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但在周线级别144日均线附近，我们看到了连续2周的震荡。震荡完成之后，我们回到4小时级别，看到这组震荡行情在高位上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这个收敛三角的焦点逐渐被拉长，焦点逐渐滞后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横有多长，纵有多高，最终呢可能会完成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的调整但调整过后呢，我们仍然有希望看到继续上行。那这轮调整可能发生的原因是，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比特币走完了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可能出现4小时级别的下跌西游做调整。并且呢，在这轮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标志性的阴线。那标志性的阴线呢，是有别于其他 K 线的它走的跌的比较多。那这根阴线呢，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11月22日的2点这根阴线就是悟空阴线。有了这根悟空阴线，后面的反弹行情没有脱离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那悟空阴线始终存活，没办法突破的情况下，下方呢就可能产生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中的8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有可能回踩的是4小时级别均线西走，那就是4小时级别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一旦回踩到这个位置，调整宣告结束。如果调整一旦结束，在33000美金附近能够得以支撑的话，那么将会形成一个对收敛三角形近焦点附近的一个下探后的反弹，有可能在这里发生。所以呢，比特币目前在高位震荡盘整，高位震荡横的越长，越为多头酝酿机会。但在横向震荡的过程当中，近焦点的这个区域是发生变盘的区域，容易产生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的4小时级别下跌。那4小时级别下跌如果能够回踩到4小时级别的重要均线144、169，也就是在330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是可以进行对于比特币的一个多头的参与、现货的参与的。通过我们对多空数据的观察，在无论是4小时级别上、小时线级别上，还是15分钟级别上，更多的看到了是多头源源不断的迸发出来，而空头币种只有个别的几个。所以呢，目前是一个山寨币市场繁荣的一个时间段。但是在这个繁荣的时间段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成交量巨大的一个次新币种。这里的次新币种指的是刚刚上线币安的这些次新币种，比如说昨天我们看到了 ORDI 大家伙都叫它奥迪，上线了币安之后它的一个表现过程。在它的表现之前，我们看到了 ORDI 上线了 OKEX， 在 OKEX 之前，我们看到了 ORDI 实际上上线了 Gate。那我今天看微博，有人就画出了一个图片，是一组人一连串人去吃屎的图片，那最终吃屎的居然是 Binance 平台这是一个非常搞笑的图片，但是
正是这个图片让我们理解了上线必安之后，往往会快速出现高点之后造成抛压，然后一路下行，并且呢，我们观察到它的一个下行的时间，高点出现的时间往往是次日的中午2点。也就是14点、13点、14点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拉一波之后快速下行给你希望又让你失望。但 ORDI 在本轮行情当中表现还算不错我们现在看的是芝麻开门 Gate 平台这轮行情一路暴跌到2.83美金之后，随着行情回暖上线 Binance 平台一路上涨，最大涨幅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惊人的42%几乎有了4倍的上涨幅度，解套了几乎全人类。那在这样的上涨之后，我们回头来看，那么我们看到它的第一轮上涨构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细游，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完成之后，围绕着日线级别144均线、169均线这个区间做震荡盘整，然后开启了本轮行情第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细游。那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细游，目前我们看到了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杀升震荡阳线组合、唐僧阳线，注意看这里是日线级别的，那就有很大概率在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完成之后对标比特币进行的是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么在调整过程当中，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4小时级别的悟空阴线、八节阴线，那下方就有可能产生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并且呢，在它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由于最近2个交易日的急速拉升，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远远落后于当前 K 线所在位置的一个价格就是它的价格与均线乖离的形成太长，自然会发生回落。耐心等待它144均线、169均线跟上来 ，K 线回落下来，最终呢，均线对 K 线形成支撑之后，才是一个稳定的可以进场的一个时间节点。我们认为行情当中很多情况下会产生回补，比如说这轮行情出现急速上涨，这轮上涨是由7美金涨到14.65美金，涨幅超过100%。那巨幅上涨、快速上涨之后，必然会形成筹码空缺，那这里的筹码空缺需要空头进行1次回补、2次回补、3次回补、4次回补。4次回补完成之后，有可能会构成一个结构。那这样的结构呢，就是回补结构。回补结构完成之后，我们用箭头画一下。回补结构完成之后，形成收敛三角形，形成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附近，重新酝酿一个变盘的区域，这个变盘区域完成之后，有可能直接上拉也有可能回踩之后形成一个大的回补空间之后，然后再度上行。总而言之呢，在震荡过程当中，在收敛的中枢区域或者是底部区域应该逐渐布局。如果出现暴跌的话暴跌出结构的话，在下方的这个区域上，大概是在8.5美金区域上进行2次补仓补仓之后耐心等待、内心持有。这是大多数次新币种运行的逻辑，特别是在熊末牛出的这个行情当中也是符合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漫画类的情节先是 Gate， 然后上 OKEX， 然后上 Binance 平台，再上 Binance 平台之后，迅速拉升，快速回落，形成回补，然后反复变盘，形成缠绕，对多空双方进行绞杀之后，回到它原有的趋势。那就更长的周期来看，在周线的这个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周线级别对于 ORDI 它已经构成了周线级别的上涨细游，所以呢，它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调整完成之后，重新回到它既定的趋势。那么目前在 OK 平台上比较火的是铭文，那铭文的一个母币种就是 ORDI 它有2100万个，并且每一个都能分那么几千亿个葱所以呢，它和比特币有一定的相似性，我们可以理解成是比特币仿盘的一种具备和比特币类似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对于 ORDI 奥迪来讲，未来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动力，但这些动力是要在耐心等待它调整结束，形成稳定结构之后才会迸发出来，才会酝酿出来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